哎，小家伙，你在叫我吗？你在和我说话？人类竟然在和我说话！没错，你知道附近哪有人参吗？要是你告诉我，我就把这个给你。哇，是柿饼！我告诉你，往西北走7里，有一棵碗口大的树，树下有个100年的好参。多谢啊，给。还钱！李大哥，我欠你的钱我肯定还，你们能不能缓2天啊？没钱还，那就拿你家里的值钱东西抵账，要不然你这妹妹，我可就带走了。老大，我找到一个珠子，看样子挺值钱。这不行，那是我爹留给我的礼物。操，好好的珠子还被你给摔碎了。别火！我告诉你，我欠你钱我一定给你，但是你要把我逼急了，大不了咱俩鱼死网破。虎哥救我！真他妈晦气！沈燕，我他妈给你3天时间，就他妈3天，把20两银子还给我，不然你永远别想看见你妹妹，听见没有？走！他娘的！哥哥，小莫，我没事儿啊，你去休息，这我收拾啊。爹，对不起啊，我让妹妹受欺负了，现在连你留给我的最后念想都保护不了。兽灵珠激活成功，沈燕，吾乃上古兽灵神，恭喜获得兽灵传承。这珠子竟然是个神物！兽灵神，我愿意接受传承，我要变强。今天又没抓到吃的。那个池塘的青蛙真的好厉害，吃了我们好几个兄弟了。以后还是绕着走吧。等我，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这是虫子在说话，这便是无之神力，有和万物沟通的力量。太神奇了！我现在能听懂虫子说话，难道它们也能听懂我说话？那是自然。太好了，了解这山林的莫过于这些虫子，能听懂它们说话，以后我赶山一定可以满载而归。爹爹说过，想要找到人参，就得找到那种通体黑色的玄参蚁。这种蚂蚁以人参分泌的汁液为食，筑巢一般都在人参的附近。哎，小家伙，你在叫我吗？你在和我说话？人类竟然在和我说话！没错，你知道附近哪有人参吗？要是你告诉我，我就把这个给你。哇，是柿饼！我告诉你，往西北走7里，有一棵碗口大的树，树下有个100年的好参。多谢啊，给。这么大的人参啊，这怎么着也值个50两银子吧？这样一来，不仅能还清李虎的债，还能让妹妹吃上新鲜的饭食。哟，这不是村里的破落户吗？怎么着没被李虎打死呀？可真是走运啊！少废话，我是来送药材的，你们收不收？你是赶山的时候摔着脑子摔傻了吧？你不会以为这是人参吧？这就是一颗大白萝卜，人参怎么可能长这么大？等等，这种成色，还有着淡淡的药香，不错，这的确是一颗100年人参。这怎么可能？我从没听说过人参可以这么大。你没听过，并不代表没有。这颗人参颜色正宗，而且根须也很完整。这位公子，我们药馆愿出70两银子，可否？
天哪，这个人参竟然能卖70两！成交。日后啊，我要有好药材，一定第一时间送来，还请馆主多多照拂。好说。阿三，拿银子。是。喏，70两，点点吧。多谢馆主。公子请留步。还有什么事儿吗？这位公子，你能找到这么稀有的人参，想必赶山能力一定很好。我这儿有一剂药，需要100年的何首乌，若是公子能够找到，请务必提供给我们药馆，我将以高市价2成的价格收购此药材。太好了，真是瞌睡来了给枕头啊！馆主放心，我一定帮你找到这位药材。今天赚了70两银子，太好了！等还了李虎的账，我和妹妹就可以开始新生活了。哎，小莫，哥哥，你回来了啊！小莫，你看这是什么呀？哇，这么多银子！哥，你从哪儿来的？你哥我今天赶山，找到了一颗100年大人参，去药馆卖了整整70两，厉害吧？哥哥好厉害！小莫呀，这钱呢，你得收好，咱还了欠债还能剩下不少。你放心，你哥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寿灵神，之前你说的传承是什么呀？兽灵之传承乃是继承吾之神力之必要途径。1级传承任务：灵虫对谈10种，契约重置1只。原来如此啊！家里这些昆虫也不够，现在时候还早，不如进山顺便完成任务，说不定还能找到美馆主要的100年何首乌。哎呀，今天收获满满呀！茯苓党参、金线莲龙血枝。寿灵神，现在这任务进度到哪儿了？灵虫对谈差1，重置契约差1。不要挖我们的巢，求你！是昆虫的呼救声。不要挖我们的巢，求你！住手！感谢你，善良的人类。不用谢，举手之劳。这只獾一直在这周边游荡，已经毁掉我们好几个蜂巢了。现在我们这些蜜蜂又无家可归了，人类能够帮帮我们吗？真是送上门的机缘。如果和蜂后契约，就可以间接的控制蜂群。这种灵虫产出来的蜂蜜质量一定很高，可以卖个好价钱。你们要是真的没地方去的话，要不要跟我回家？真的吗？您愿意收留我们蜂群吗？看到了吧，这便是兽神珠。只要你奉我为主，以后我护你周全。请遵主命。1级传承已完成，赋予走兽沟通之能、御兽之能。太神奇了，劳作一天的疲惫感瞬间消失了，而且感觉能够随心指挥蜂后。时候不早了，赶紧带蜂群回家。哥哥，你回来啦！啊，你看小莫，今天我挖了这么多药材，而且美馆主要的那个何首乌我也找到了。哇，太好了！哥哥你真棒！小莫呀，有空呢，你去外面买点蜂箱，以后咱们在家养蜜蜂，酿蜂蜜。好，我听哥的。小娘子，我来接你回家了。谁呀？反正你也拿不出来银子还账，不如就乖乖的让妹妹跟我回家呗。谁说我拿不出来银子？谁说我拿不出来银子？收好你的臭银子，赶紧滚！还真他妈是银子啊！这账还真让你平了。你我的账今天就算了结了，以后别骚扰我妹妹。他敢这样跟我说话，别以为还了钱就万事无忧了。你这妹妹，我非要带走！上！上！我去！怎么有蜜蜂？蜜蜂！哎，蜜蜂！谁呀？你等着，这事他妈没完！走吧。来个人，我来送药材了。哟，雪燕大哥来了，路上辛苦了，先喝点茶。这个阿三今天吃错药了吧？怎么对我这么殷勤？沈大哥，你先坐着，我到后面找馆主。药材我拿库房了。啊。
沈公子，何首乌可是找到了？就在那筐里呢。梅馆主一会儿可以查验。沈公子能为我们医馆寻来治病的药材，小女真是感激不尽。馆主，这何首乌上面被滴了剧毒万花销。馆主，这何首乌上面被滴了剧毒万花销。不错，的确是万花销，而且已经和何首乌融合了。这篮草药已经被污染了。所有赶山人都知道，这何首乌和万花销这种毒液相融，会让药材失效。我看你就是来霍霍我们药店里面的药的。沈公子，可否请你解释一下？不可能，我这何首乌可是极高的品质。再说了，我也根本没有什么万花销这样的毒药。切，这个阿三耍的伎俩真低级，明明是自己交上去，还倒打一耙。是馆主养的猫，好像是叫孙子。对啊，我现在已经能够和动物对话了。这只猫看起来是知道些什么。你是说，这一切都是阿三做的？你这个人类竟然能和我说话？没错，那个叫李虎的早上塞给阿三一锭银子，让他想办法破坏你的药。那银子和万花销都还在他袖口里。原来如此，那多谢小猫咪了，下次来给你带小鱼干。喂，沈燕，我和你说话呢，快把你这一篮子烂草药拿走，免得脏了我们药馆的药。你怎么就确定这是我做的呢？这是你拿来的，不是你还能是谁？是吗？那你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你这袖子里藏的是什么呀？你这袖子里藏的是什么呀？这的确是万花销。阿三，这万花销是哪来的？这应该是禁止在药馆出现的。你昨天还和我说身上只有10枚钱了，那这银子是哪来的？和这万花销有没有关系？梅馆主，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是他把万花销滴到我的药里，故意要毁了我这批药材。饶命啊，馆主！小的知道错了，是李虎找上我，给了我10两银子，让我在沈爷送来的药里做了手脚。小的知错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阿三，枉我这么信任你，没想到你竟然为了这10两银子做出这等龌龊之事！赶紧给我滚！你被解雇了。小的知道错了，再也不敢了，不要辞退我！还不滚！逼着我报官吗？沈公子，实在抱歉，阿三这次给你造成的损失由我全权负责。这里是80两银票，你这篮草药本身也值这些银子，请你一定收下。那馆主，这银票我就收下了。梅馆主，真的没有能治我湿疹的药吗？钱掌柜，你的湿疹是常年陶炼染料落下的顽疾，需要灵虫采集的蜂蜜，但此蜜十分难得，别说商州城，就算是整个南域也难采一罐。哦，灵虫采的蜂蜜，我刚7月的蜂后就是灵虫啊，看来我的蜂蜜有销路了。钱掌柜，听说您最近在找灵蜂蜂蜜，晚辈特意把我们飞云商会最好的蜂蜜带了一些过来。秦公子有心了，只是我要的是无人工养殖的纯野生灵蜂蜂蜜，你这个恐怕效果一般呐。哎呦，钱掌柜，您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我们飞云商会的蜂蜜，那可都是从巴蜀运过来的，那巴蜀的蜂蜜在整个大前朝都是相当有名的，这就是最好的了。哎，好吧，死马当活马医吧，这湿疹困扰我太久了。好嘞，那我这就给您算算账。谁说没有更好的？谁说没有更好的？钱掌柜，我这就有上好的纯天然灵蜂蜂蜜。你是哪儿来的混小子？这么不知天高地厚，还在这儿大放厥词？钱掌柜，我这灵蜂蜂蜜一定可以根治你的湿疹，而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这味道好香啊，味道甜而不腻，闻着神清气爽。这不就是蜂蜜里边兑点香料吗？小子，你这种手段我见得多了，不要再装模作样了。这是真是假，一试便知。钱掌柜，只要你取出一点蜂蜜涂在你的湿疹上，我们立刻就能见分晓，
有效，湿疹颜色变淡了，就连疼痛的感觉都变少了。这绝无可能是蜂蜜，这一定是什么药膏。那就让我们给秦公子实验一下。这蜜蜂是绝对不可能喜欢任何人工勾兑出来的蜂蜜。这些蜜蜂这么喜欢我的这罐蜂蜜，这恰恰就证明了我这就是纯天然的凌风蜂蜜。好，好，好，这位朋友您贵姓啊？免贵，姓沈，名燕。好，好，好，这罐蜂蜜我要了，我出100两。哎，这些钱本来应该是我的。沈燕，你这个穷小子，竟敢跟我秦小哥抢生意！你们愣着干什么？给我上！可恶，这些死蜜蜂，他们想干什么？啊，不就是几只蜜蜂吗？公子，恕我冒犯，这里是绸缎庄，不许有人打架斗殴。沈燕是，我记住了，我们飞云商会可不是吃素的，给我等着！啊！沈公子，飞云商会在这里的势力可不小啊！这次你惹到了他们的大公子，恐怕以后是免不了找你的麻烦。多谢钱掌柜，我会小心的。钱掌柜说的不错，就算我不怕他们，我妹妹在家也可能有危险，我得赶紧找个能看家护院的力量才行。这可是有名的野兽区，我需要找一个野兽帮我看家护院。今天也只好冒险试一试了。快看，人类！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保证。好饿，妈妈。你有孩子是吗？他就在那个草堆后面，所以你才用身体挡着草堆。不要以为你能和我对话，我就能相信你。快滚！先让你孩子吃饱饭，其他的事情先不聊啊。幸好今天为了驯兽带了肉，不然这只小老虎可能就饿死了。你是谁？来这里干什么？我呢，想找一些看家护院的野兽，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你救了我的孩子，我无以为报，但我还有孩子要养，恕难从命。这样，你跟我一块回去，我给你们提供住所，保证让你们以后不用再过风餐露宿、茹毛饮血的生活。好温暖，这是兽灵的力量。原来如此。走兽契约已成，2级传承还需与8只动物对谈。从今天起，你叫班月，你就叫班雪吧。谨遵主命。松子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沈岩大人最好了，最近城里来了个要去极北的探险队，正在城里大肆采买防寒物资呢，已经和飞云商会牵上线了。不对啊，按道理说这种探险队不应该在出发之前就把物资买好吗？这怎么到了商州城才买物资啊？那个探险队是从巴陵来的，前几日下雨，山路难走，马车侧翻，大部分物资都掉入山崖，不得已才进城采买。原来如此，这飞云商会的人原本还苦恼冻疮膏没有销路，这真是瞌睡来了就送枕头。沈燕大人，飞云商会的好生意，你想不想插一脚？怎么说呀？我知道古时有一种配方，以凌风蜂蜜做引，再加上特级的好药草，可以做出治愈冻疮，而且还能抗御严寒的药膏，名为温肌愈合膏。你要是能把这个药膏做出来，这桩生意还能轮得到飞云商会？真有这么神奇的药膏？当然，我早就看那个秦小哥不顺眼了，老是骚扰我主人。沈燕大人帮我出出气，让那秦小哥好好说一回。放心，只要有这种神奇的药膏，而且做得出来，飞云商会绝对讨不了好。秦公子，咱们的冻疮膏是不是太贵了？一盒就要25两，20盒的量就到500两了。哎呀，南宫队长，真不是我们临时起价，这冻疮膏一直都是这个价格，而且我们飞云商会的冻疮膏是全城最好的，卖你25两不贵。队长，时间已经不多了，咱们少了几匹马，脚力也有问题，得赶紧出发了。说的也是。那秦老板，等等，南宫队长，你们并非没有选择。
沈燕，你怎么来了？我们谈生意呢，你能不能滚啊？南宫队长，飞云商会的冻疮膏平时顶多就卖10两一盒，秦小哥开口就是25两，明显就是想在你们身上捞一笔。你胡说！沈燕，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你！我胡说八道？你这冻疮膏的价格，整个商州城都知道，用得着我胡说八道吗？沈燕兄弟，即便你说的是真的，那又能怎样？现在能找到最好的冻疮膏，那就是飞云商会的，就算再贵，为了队员们，我也必须得买。要是我说我能拿得出来比他们飞云商会更好的冻疮膏，而且只要15两一盒呢？哦，你真是大言不惭，还说能找到比我们飞云商会更好的冻疮膏，你少在这丢人现眼。就是这个温肌愈合膏。什么？温肌愈合膏？队长，那是什么东西啊？这可是古籍中记载的绝品膏药，使用之后，冻疮就能快速愈合至完好如初。我不相信，你一个臭改山的穷小子，怎么可能制作出古籍记载的神药？是真是假，试试就知道了。张莽，我记得你手上的冻疮一直没好。哦，是我这常年下海捕鱼，冻疮一直没好利索。那你敢不敢试试我这温肌愈合膏？有何不敢？我相信兄弟你一定不会害我的。哦，我的天哪，这也太神奇了！好多大夫都说过，赵芒的手不可能做到根治，没想到就这一点膏药，竟让他的手恢复的完好如初了。我现在感觉手上暖乎乎的。哎呀，这是500两银票，陈兄弟，你那还有多少？我全要了。我那里还有30盒，但这也才450两。哎，没事儿，就当交个朋友，请你一定不要推辞。好，事不宜迟，那就赶紧跟我回去取膏药吧。哎，南宫队长，那咱们的订单呢？秦老板啊，不好意思，为了我的队员们考虑，我自然要选最好的，还请见谅。走吧。沈燕，我跟你没完！来人！秦公子有何吩咐？把李虎给我叫过来。小莫，今天的菜太丰盛了吧？好啦，哥你快吃吧。主任，有一群人拿着火把向我们家走来了。一个杀千刀的，这个时候来，正吃饭呢。小莫啊，哥哥有事呢，出去一趟，你先吃啊。大哥，只是解决一个沈燕而已，用得着这么多人吗？你懂什么呀？秦少交代了，不只是教训沈燕，还有把她的风箱毁掉，彻底断了她的念想。还有就是把沈墨那个娘们抢过来，咱们带回去好好享受一下。走，沈燕，大哥，是老虎，怎么办？大哥还冲吗？怕什么呀？一只家养的，它能有什么攻击力？给我杀！李虎，我跟你说过，不要骚扰我妹妹，这话你是真没听进去。对不起，老大。你们这群怂包！还想继续再打吗？沈燕啊，我不是怕你啊，我今天这事没完，你等着你！主人还追吗？不用，这几个废物翻不起什么风浪。想来是秦小哥安排他们的吧，想给我点颜色看看。好在我未雨绸缪，提前收服了班月为我看家，这下秦小哥应该不会轻易派人来家里了。钱掌柜，这是你订的2罐蜂蜜。太好了，我的湿疹再有这次的蜂蜜就能痊愈了。给沈小友，这是这次的蜂蜜钱。好。钱掌柜，我要的绸缎呢？梅馆主啊，天青色的绸缎需要天青石，这石头你也知道，可遇不可求。现在我们绸缎庄还没有收到，要不您再等等。天青石，我记得爹爹说过，后山就藏有天青石，但这种石头非常稀有，而且动物们都很喜欢，通常都藏匿起来，不让人类轻易拿走。哎，秦掌柜，如果您需要天青石的话，或许我有办法能够搞到。哎呦，你这个无知的穷鬼，又在这大放厥词了。秦小哥，你指使李虎袭击我家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呢，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李虎？我不知道。不过别想着能找到天青石，整个商州城的后山都让我翻遍了。现在整个商州城所有的天青石都在我手上，足足2斤呢。
哎，梅馆主，你要是想要天青石的话，本公子倒是可以考虑赏你一些，只是需要你赏脸陪本公子吃个晚膳，怎么样？秦公子，请你自重，小女子还不至于这么饥不择食。你要做成梅馆主这单，至少需要5斤的天青石，秦公子的这些恐怕不够啊。就是，才区2斤就敢在这儿叫嚣，你信不信我去后山一趟，能带回来5斤？你一臭赶山的，摘点野花野草也就罢了，还想探寻矿脉，真是大言不惭。好啊，那咱们打个赌，3天内看我能不能带回来5斤的天青石，赌1000两，敢吗？行，赌就赌，我要让你把之前赚的全部吐出来。沈公子，飞云商会能力极大，他们搜寻过的山，恐怕哪有漏网之鱼啊！梅馆主放心，我可是赶山人，和山里的万物都有羁绊，只要我想，没有什么做不到。看来秦小哥说的没错呀，这后山被他们翻了个遍，真是可怜了这些植物和动物。又来个人，这是不是也来找天青石的呀？哼，神类都一样，贪得无厌。哎，小松鼠、小兔子，你们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快跑！不要杀我，我什么都没说。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就想知道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是那个可以和我们说话的人类，太好了，那你一定是好人。前2天来了好多人，在家里又凿又翻，听他们说要找天青石，穿山甲的窝，还有松鼠他们囤坚果的洞，都被他们给破坏了。还好寻宝鼠大哥聪明，给他们找了几块和天青石相似的铁青石，他们才离开。秦小哥他们找到的不是天青石，这下有好戏看。那些真的天青石都在哪儿啊？后山的天青石都被寻宝鼠大哥给藏起来了。那你能带我去见一见那个寻宝鼠大哥吗？我很需要天青石。好，既然你能和我们说话，一定是好人，我带你过去。寻宝鼠大哥，你在吗？是小兔吗？有什么事？那个寻宝鼠大哥，我叫沈燕，来找天青石的。人类？你怎么会带人类来？这个人类就是那些虫子们说的能跟动物对话的人类，是好人的。寻宝鼠的视力不好，所以他看不到我才会如此戒备吧。对了，要是契约了这只寻宝鼠，并且提高它的视觉的话，说不定能增加它对我的信任。这是什么？好温暖啊！我能看见了。你别怕，这个呢是兽灵契约。现在我就是你的主人了，我不会伤害你的。我看到了，你真的是那个受兽灵眷顾的人。寻宝鼠啊，我现在需要天青石去教训那群破坏后山环境的人，你能给我吗？谨遵主命，请跟我来。主人，山里的天青石我都藏在了这个地方了，很隐蔽的。太好了，这一次秦小哥你就等着输钱吧。钱掌柜，这可是商州城仅剩的天青石了。你要是想要，就赶紧决定。我又不是只跟你一家做生意。虽然是天青石，但颜色有点暗沉。秦公子，你想开多少价格？1斤100两。100两？这个市场价也就1斤50两，你这100两可不像是做生意的价格。但是，这可由不得你。钱掌柜，不要着急，还有沈公子呢。就他呀，我才不相信他能找到5斤天青石。我看他8成是怕输钱，不肯来了。好吧，100两就100两。钱掌柜，钱掌柜，千万不能买他的石头。沈燕，你怎么还敢来？赶紧滚吧！哼，钱掌柜，他的石头是假的，根本不是什么天青石。你胡说！这可是我带队3天，找了好久才找到的，怎么可能是假的？果然不是天青石，颜色是黑的，这是铁青石。它这根本不是什么天青石，而是铁沁石，涂上了兰草的汁液。沈公子真是厉害，这么轻易就看出来了。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是铁沁石？你们飞云商会还自称什么商州城第1商会啊？堂堂商会的大公子，连铁沁石和天青石都分不清，传出去不让人笑话。你在得意什么？我这不是天青石，难道你的就是了？我不信，我们这么多人都找不到的天青石，你花2、3天就能找着了？尊重自然的人，自然能得到天地的馈赠。那你又怎么保证
你的这些是真的天青石？来人，验石。掌柜的，这是正宗的天青石，没错的。怎么可能？你是怎么找到的？这不尊重自然的人，这就是自然对你的惩罚。行了，秦公子，履行赌约吧，1000两银票，概不赊账。给就给，我们飞云商会还不缺这点钱。哼，钱掌柜，讨人厌的家伙已经走了，现在可以聊聊咱们的生意了吗？唉，钱掌柜，这讨人厌的家伙已经走了，现在可以聊聊咱们的生意吗？当然可以，沈小友，我愿意出600两，买你这批天青石。钱掌柜，这可给太多了，就算你为了帮沈公子出口气，也不用给这么多。哎，这价格除了买天青石，还要买沈小友对自然的尊重。沈小友，你一定要接受这个价格，用这些钱为后山的生灵做些事情。你是赶山人，你做最合适。原来钱掌柜是这个意思。好，那这笔钱我就收下了。放心，钱掌柜，你的心意我一定带到。然后他就这么跑了。我跟你说，他要是长胡子，估计都能气得飞起来。活该活该，让他带这么多人来打扰我们的生活。就是，沈燕大人可算帮我们出了口恶气。哦，对了，我差点忘了。这个哇，是给小兔子的新鲜胡萝卜。我也想要，沈大人。这个是给寻宝鼠的蚯蚓干。这个是我的。还有这个是给小松鼠的坚果。哎，这些啊都是绸缎庄的钱掌柜出钱特意让我给你们买的。哇，谢谢沈燕大人！沈燕大人，刚才我在山腰上看到一群人驾着一辆马车往您家里去了，带头的好像是绸缎庄的钱掌柜。好，我现在回去。2级传承完成，赋予飞禽沟通智能、飞禽契约智能。3级传承条件与10种不同的飞禽对谈，契约飞禽一只。太好了，看来这一趟来得值了，既和山中的动物打好了关系，又让兽灵珠升级了，现在竟然连飞禽都可以沟通了。有了这个能力，我以后可大有可为。沈小友，你的蜂蜜真的帮了我大忙了，我手上湿疹已经完全好了，而且我用你的蜂蜜当做高级绸缎的赠品，城里的富贵人家喜欢着呢，都来买我们绸缎庄的缎子，我的生意可太好了。钱老板客气，你我本身就是正常做生意，能帮到你，我已经很高兴了。所以我这次来带来一些绸缎以示感谢，还有一些男女通穿的衣服。2位若是不满意，可以另做，我们绸缎庄都会乐意效劳。有新衣服啊！是的，沈小姐可以去看看，称不称心？不好了，掌柜，咱们蚕房里的蚕都中毒了。什么？你说什么？千真万确，今天我去蚕房检查，蚕的身上全都是紫斑，而且没有力气，吐不出丝来。怎么会这样？要是蚕出了问题，我的订单……钱掌柜，先别急，容我和你一起去看看，说不定我有办法。好，沈小友，咱们走。哎呀，掌柜的，我老宋养蚕30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那怎么办？要是产不出丝，飞云商会的订单就不能按时交付，那可是要赔偿400两银子啊！飞云商会的订单，那秦小哥在你这儿吃了鳖，还能过来买丝绸啊？哎，来的不是秦小哥，是秦家的胡管家。这些蚕像是中毒了呀，就是不知道中的什么毒。沈小友，你经常赶山，这种事情你比我懂，你可一定要救救这些蚕。我可以给你500两，不，800两银子作为酬谢。秦掌柜，你先别急，等我看看情况。肚子好痛，那个叶子吃不得。你们是因为吃了什么叶子才变成这样的？
最里面那种发黑的、苦苦的。老宋头，这叶子怎么跟其他的不一样？奇怪，桑叶里怎么会有这样的叶子？钱老板，你呢？去查查最近来送桑叶的伙计有没有什么异常。我呢，拿这个叶子去找梅馆主，问问他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感觉问题很大可能出在这叶子上。好。梅馆主，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叶子？这是臭椿叶，虽然和桑叶长得很像，但是蚕不能吃，吃过就会浑身紫斑，出现拒食、呕吐等症状，严重时可致惨死。梅馆主，那此毒该如何解？若是蚕不幸误食了臭椿叶，可立马进食幻蛤草进行解毒，但是此等草药生长在悬崖峭壁之上，极难采摘，所以很是稀有。我的医馆中存货并不多，若是给整个蚕房的蚕解毒，恐怕是不够。幻蛤草，我听我爹说过，在咱们商州城的后山摘星崖上面。不可，摘星崖何等凶险之地，你身为赶山人，不可能不知道。崖下有多少赶山人的尸体啊！我知道它危险，但是总得有人去做嘛。再说了，事情还没成之前，谁知道我们一定会输呢？谁说一定要我自己采？我有兽灵珠能力，当然要让动物给我代劳了。苍鹰，你在吗？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些幻蛤草。苍鹰，你在吗？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些幻蛤草。你要幻蛤草？你就是住在后山悬崖上的苍鹰是吧？我小时候老听我爹提醒你。就算你身上兽灵的气息很浓郁，你终究也是个人类，请回吧，我不会帮人类的。那个，我知道，你见过人类在这个后山啊，大肆劫掠，所以对人类有恶意。但是如果你跟我签订契约的话，你就会跟我心灵相通，你就知道我对你没有恶意，我也不会伤害你，我对这些后山的生灵也没有恶意。契约鸟禽完成。你和那些人不一样，心里装着的是对自然和天地的敬畏，果然是能被兽灵选中的人。那你现在可以帮我去找幻蛤草了吗？谨遵主命。这些差不多够了。哎，解药来了，快吃啊！不吃，太累了，好困呐。不行，不能睡，睡了就醒不过来了，快吃啊！不行，不能死。兽灵神，我能用御虫能力来控制所有蚕吗？可行，但极耗心神。现在这种情况，谁还管耗不耗心神？快动起来！快动起来！总算吃了。这是七彩丝线，怎么会这样？臭椿叶与幻蛤草，二者相克，却也相生。丝蚕向死而生，加之兽灵滋润，丝蚕体质改变，才得此种绚烂之丝线。哎呀，这回秦小哥可算是给我们做嫁衣了。有了这种彩色丝线织出来的绸缎，这个绸缎庄在商州城的地位可算是无人撼动了。沈爷大人，怎么了，松子？我动员了整个城的动物，帮大人查到了这批臭椿叶的源头。是吗？是谁送的这个叶子？前掌柜蚕房的桑叶一直是牛儿送的。听牛儿家的狗说，牛儿前几日突然得到了一笔银子，开始频繁出入地下赌场。一定是秦小哥给牛儿的好处费。像牛儿这种嗜赌如命的烂赌鬼最好对付，只要他将秦小哥供出来，飞云商会这一局必输。我操！最后一把，就差那么一点就能翻盘。明天我一定赢回来。哎，牛儿，这是要去哪儿啊？你是沈燕？是老虎！怎么，你看到鬼了？
你看见我你跑什么呀？没有，我就是想起来东西落下了，我回去取东西啊。哦，回去啊？回地下赌场啊？老子爱干啥干啥，你管得着吗？老子弄死你啊！说，钱哪来的？钱掌柜的残中毒和你到底有没有关系？我说，是飞云商会的秦公子给了我50两银子，让我在桑叶里边掺点其他的叶子。沈兄弟，我真的不是有意害钱掌柜的，我只是一时贪财。我现在呢，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给你啊，但是你要不同意，我就给你扭送官府。沈兄弟，饶命！只要是我能做的，我牛儿，无有不从。钱掌柜，我们约定的时间点到了，可有绸缎拿来给我们？飞云商会的单子，我们怎敢怠慢？钱掌柜，你没跟我开玩笑吧？这也不是我要的东西啊！这可是我们绸缎庄上好的绸缎，也是我们压箱底的货呀！你就给这些粗制滥布叫做上等货？这个嘛，怎么拿不出更高品质的出来了？前段时间我可是听说你们绸缎房的残房出了点问题，该不会是真的吧？这都是假的，你千万可不要信啊！钱掌柜，真不是我为难你，你要是不能按时交货呢，就得赔我违约金4倍。好吧。慢着！沈燕，怎么又是你？能不能滚啊？秦公子，如果钱掌柜能拿出来你要的那些丝绸，你能全部买下吗？那是自然，我们飞云商会向来说一不二。得嘞，哎，钱掌柜，麻烦借用你几个伙计搬一下箱子。兄弟，帮忙搬一下箱子。这怎么可能？秦公子啊，这箱子里面可都是上好品质的丝绸啊，还有一些七彩丝绸，这里面的东西可值1000两白银。秦公子，你买得起吗？彩色的，还没有掺加任何杂质，这是纯蚕丝，这怎么可能？彩色的蚕丝，这真的是我们蚕房的蚕吐的蚕丝吗？那当然了，钱掌柜，那都是您蚕房的蚕吐出来的丝啊。当然了，我知道您蚕房里的蚕啊生了一些病，不过都是一些小疾，我随便喂了几株草药，人家就痊愈了。没想到还改变了体质，这不能吐出七彩的蚕丝了。这个订单从头到尾都跟我没关系，当时来签订单的也是胡管家。不过按照合同约定，可以不用付钱。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牛二，进来。沈少，钱掌柜。牛二，把你前段时间给我说的话给秦少爷说一遍。前几日秦少找小的，给了小的50两，小的在送往蚕房的桑叶里掺点车春叶，等事成之后再给小的50两。牛二，竟然是你！掌柜的，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吃里扒外的，给我滚！秦公子，这些东西加上你对钱掌柜私蚕的伤害，你一共要付给钱掌柜2000两银子啊！哎，当然了，你要是不给的话，我就把你下毒的事情上报官府。就是不知道你飞云商会这信誉，你是要啊还是不要啊？就不知道你们飞云商会这信誉要还是不要？沈燕，我到底和你什么仇什么怨？你为何要这般对我？那秦公子啊，这商场之争素来如此。再说了，这可是您先动手，我们只是自卫还击嘛。你们要想鱼死网破是吧？行，我们飞云商会在商州城的影响力可比你想的要大得多得多。
你就不怕我联合那些商户，让你成为众矢之的吗？秦大公子，我还是相信咱们商州城的商户们，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局长，打太清楚了，西北地下有货。行，下去吧。好，2000两是吧？给就给，本少还不缺这2000两。记得把蚕丝送到秦宅。沈燕，今天这笔账记住了，咱们来日方长。沈小友，每次都因为你反败为胜，我钱国富得多谢你。给，这1000两是我的谢礼，给你，谢谢你，你想大。哎呀，钱老板，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钱呢我就收下了。那个仆人到底给秦小哥说了什么？为什么他一听就痛快的交钱了？我说这小家伙去哪儿了？原来是在你那儿啊！啊，他好像很喜欢我，走到哪儿总是跟着我。切，谁爱跟着你？明明是你想见我主人，把我当做工具好吗？再多嘴，没有小鱼干吃了。今天是钱掌柜和飞云商会约定的交货日期吧？秦小哥的脸色怎么样？可惜我今天事务缠身，没法亲眼去看。哎呀，那你可就错过这出好戏了。我把牛儿叫出来的时候，那秦小哥的脸色一下都变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他应得的。但是有件事很奇怪。当时秦家过来一个仆人，在秦小哥耳边耳语了几句，说什么城西城北拍卖会之类的，然后秦小哥交了钱，就匆匆离开了。西北拍卖？难道是3天后的拍卖会？什么拍卖会？3天后，商州城会有一场拍卖，是拍卖西北的一块荒地。那块地我知道，既种不了粮食，离市中心也远。秦小哥要那块地干嘛？我也不清楚，但是听来买药材的人猜测说，秦小哥是为了买下那块地建了豪宅，供自己享乐。但是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知道，有人会知道的。怎么样，秦家有什么动静？大人，秦小哥今天和他父亲秦居山秘密交谈了很久，听说是那西北的地皮下面疑似是前朝某个王爷的古墓，秦小哥是想偷偷挖古墓里的宝物。原来是这样，那块地本来就没人在意，他可以用很低的价格拍到那块地，然后等他把宝物拿出来反手一卖，这就是几10倍的暴利啊！大人，那我们怎么办？你去跟寻宝鼠说一声，让他去西北那块地去看看，能不能把地下的宝物给挖出来。至于我嘛，自然是给秦公子送上一份大礼。秦少，已经打听清楚了，西北那块地的主家张家的报价是300两银子。好，只要我拿下那块地，就能1000倍100倍的赚回来。到时候什么沈燕还是梅安锦，都不在话下。沈燕，她怎么在这儿？沈燕，她怎么在这儿？梅安锦收到情钱，我是知道的，可这沈燕怎么在这儿？秦公子，要不要盯下这个人？不用，应该只是凑巧路过。我们的计划很周密，没什么人知道。哎，还按原计划来啊！是。接下来的拍品是一份地契，是商州城西北的一块风水宝地，起拍价300两银子，开始竞拍。果然如此，这种没啥用处的地也没人愿意要，这些傻缺，不知道那下面埋着多么大的机缘。现在我秦小哥就要把它收入囊中了。我们飞云商会出价300两，飞云商会秦公子出价300两一次，300两2次，400两。哎，这人是谁呀？怎么不认识？
不知道，但他旁边坐着的是梅馆主，应该是济世医馆的人吧？哎，沈燕，你什么意思？你是刻意跟我作对是吧？哎，秦公子，你误会了，我又不想要那个东西，是梅馆主想要，我就帮忙出个价。你，济世医馆的梅馆主出价400两。济世医馆的梅馆主出价400两。哎，梅馆主，那块地土壤贫瘠，你拿了它也种不了任何药材，要它干啥？哎，那我就要问问，你们秦家都有这么多地了，你要那片地有什么用啊？哎呦，那你管得着吗？本少爷想要就要。既然如此，那我也想买地，也不关秦公子的事。我出450两。500两。济世医馆500两。这不就是没啥用的土地吗？怎么这两家抢得这么欢？难道土地里藏了一些秘密？不行，他们这一闹，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了，必须快点把这块地弄到手。我出600两。800两。不是，沈燕，你这出得起吗？你就喊，你该不会是恶意抬价吧？秦公子，你要觉得我这是恶意抬价，可以退出嘛。我又没说你非和我竞价。我出1000两，怎么样？你还跟吗？1000两确实超出我的预算，既然秦公子喜欢，那就让给你吧。恭喜你啊，秦公子。恭喜你啊，秦公子。1000两1次，1000两2次，1000两3次，成交！恭喜飞云商会拍到城北的土地。沈燕和梅安简，等我挖到了宝物，赚了大钱，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把那个打开。这是怎么回事？里面怎么什么都没有？你猜，你得给我交代！不是爹，你看这衣服，这死者少说生前也是个名门望族，怎么会一件陪葬品都没有呢？你让我们掏1000两黄金，就买了这么一块破地，就这么一口破棺材，和这里面一堆烂骨头，你个败家玩意儿，看我不踹死你！哎，爹，饶命！爹，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哎，听说了吗？前几天飞云商会买了张家那块西北的地，是为了挖前朝贵人的棺材，结果除了棺椁，什么也没挖出来。那块地可是秦公子花了1000两买来的，秦家家主要是知道了，还不得暴跳如雷啊！秦居山已经知道了，那把秦小哥踹的呀，都没人样了。没想到吧，秦小哥，我早就让寻宝鼠去把那下面的宝物都挖了出来，现在就在我怀里呢。沈燕先生，阁主现在可以见你了，请跟我来。有劳了。沈先生是吧？请坐。阁主，今天来是想让你帮忙看一件古物。这是清风琉璃花樽。这是清风琉璃花樽。没错，就是传说中的清风琉璃花樽。这个花樽可是前朝8王爷的喜爱之物。至于造成时期，更是不可追溯。不知沈先生是如何得到这等宝物啊？哎，古玩行业的规矩，不问宝物的来历与出处，只看你有没有能力承担下来收这件宝物所带来的风险。是老夫唐突了，没想到沈先生赶山为生，竟然也了解古玩行业的这些秘辛呐。老夫有眼不识泰山。这样吧，
这个花尊，我们珍宝阁出400两黄金。沈先生，您看如何？400两黄金，那就是4000两银子呀！我的天哪，没想到地下的古物这么值钱，这下赚翻了！多谢阁主，合作愉快。对了，沈先生，过几天我们珍宝阁举办1年1度的珍宝大会，会邀请商州城的各界人士拿出自己的珍宝来比个高低。奖励呢，是我们珍宝阁收藏多年的血玉簪，不知沈先生愿意前来吗？血玉簪是那个传说中具有天地灵气、具有安神镇痛功效的血玉簪。正是。梅馆主的头疼病一直不见好，血玉簪可以缓解他的头痛。如果能得到这个血玉簪的话，梅馆主一定会很高兴吧。阁主亲自相邀，晚辈自然是要前来的。不仅要来，还要赢得血玉簪。金丽，你在吗？今天来后山有什么事吗，主人？我想让你帮我在这后山找一些名贵的宝物，我要带过去参加珍宝大赛。要是这样的话，我带你去拿后山的和田玉吧。啊？后山有和田玉啊？嘿嘿，主人不知道吧？其实咱们这后山属于昆仑山脉的一个小峰，要不然怎么会钟灵地秀，物产丰富呢？跟我来。和田玉就在这河下，需要主人帮忙淘玉，我来辨别是不是和田玉。等等，主人，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吗？天哪，这就是和田玉！这个白色竟然没有一点杂质。这里平时很少会有人来，河下的玉经过天然河水的冲刷，变得毫无杂质，可是世间难得的璞玉。哎呀，我要是带着这个在珍宝大会上亮相，还不得震掉场上所有人的眼珠子？你的头疼病好点了吗？没什么好不好的，这是我从小到大的顽疾，适应就好了。怎么了？头疼病又犯了吗？是啊，我也习惯了。我听说此次珍宝大会最终的奖品是血玉簪，这个簪子戴到头上可以有效的缓解头痛。如果咱们赢得这个簪子，你的头痛病就有办法医治了。啊，真的？你手上也有宝物能把它赢回来？真是笑死我了！哎，你一个臭赶山的赚点小钱，也会用钱哄女人开心了？秦小哥，我劝你啊，嘴巴最好放干净点儿。看来上次秦会长还是没把你踹老实啊。沈燕，你给我闭嘴！我告诉你，今天我是代表飞云商会来参加珍宝大会的。你给我等着，这血玉簪一定是我们秦家的。感谢各位前来参加珍宝阁的珍宝大会。今天各位可以拿出你们的奇珍异宝，由我们珍宝阁来进行品鉴。最珍贵的那个便是今天的魁首，而宝物的主人便能得到我们珍宝阁的异宝血玉簪。我的天哪，这血玉簪可是阁主的私人珍藏，从不示人。听说这血玉簪里凝结了天地灵气，摸一摸就能浑身舒畅，延年益寿呢。今天的魁首肯定是我们楚家的，我这可是黄花梨雕刻而成的小佛像，不仅材料难得，手艺也是巧夺天工。有此等宝物，谁还能出其右啊？哎呀，这黄花梨木确实极难得到，楚家主的这个宝物极其珍贵啊。一块破木头而已，我这才是世间至宝。这可是极为稀有的猛犸象牙扳指，可是有价无市的存在。
哎呀，猛犸象牙确实极其珍贵，老夫今天可是开了眼了呀！这楚家、苏家真是拿出家底来比较，对血与簪都志在必得。哎呦，你们两个这种货色也敢拿出来比赛，真是不害臊！秦家小子，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秦小哥，别在这里大放厥词！难道你们飞云商会有比这更好的宝物？拿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啊，看好了，这可是我们秦家的镇宅之宝。哇，这什么啊？好亮啊！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夜明珠？哇，这什么呀？好亮啊！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夜明珠？这是夜明珠，而且白天就能发出如此强烈的光亮，这是极其珍贵无比的钻石夜明珠啊！怎么样，阁主？我这个宝物能不能夺得咱们珍宝大会的魁首啊？确实，这种顶级的宝物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就算再珍贵，不过也就是一颗珠子而已。沈燕，你凭什么瞧不起我们秦家的至宝？哎，这位小兄弟，难道你有比这颗夜明珠更好的宝物吗？啊，贵的宝物肯定是有，不过此等宝物太过珍贵，不能轻易示人。当然了，如果大家都想要看的话，那不如让秦小哥跟在下打个赌。若是我拿出来的宝物比他珍贵，那他就要把那颗珠子无偿的赠给在下。当然了，我要是输了，我也把东西赠给他。看来沈公子对自己的宝物极其有信心呐。这小子又在憋什么坏主意？难道他真的有比我夜明珠更值钱的宝物吗？怎么了？秦家小子不敢接啊？接就接！今天在座的各位都给我做个见证，我就不信你一个臭跑山的能拿出什么奇珍异宝。那你们瞧好了，我这个宝贝就是这个。这竟然是，这竟然是，没错，这个就是我在后山找到的传说中的和田玉。这该不会真的是和田玉吧？这个名字我只在古籍中听说过，没想到今天竟然能见到实实在在的货品啊！千年难得一遇的和田玉竟然出现在了我们商州城，那真是何等的荣幸啊！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是真的！秦公子，你有所不知啊，这块玉碧泛清光，入手温润而毫无杂质，这不是其他什么石头能比拟的，这就是和田玉的特殊本质啊！这场比试的结果已经不言自明了，秦家小子，还不把你的珠子给这位小兄弟？这怎么可能？我们秦家的夜明珠竟然输了！秦家家主到！爹，你闭嘴！愿赌服输，秦家不会赖账。爹，这可是我们秦家的至宝。这局是我们输了，我日后不可能一直输下去。走。这就跑了，跑得倒还挺快。阁主，不知道这夜明珠对于你们珍宝大会来说感不感兴趣？小兄弟，你那珠子出给我们楚家怎么样？我出400两黄金怎么样？就当交个朋友吧。凭什么？只有你们楚家能出价，我们楚家也愿意收了这颗珠子，我们愿意出450两黄金。苏轼曰：“你这个老小子，我出500两黄金。”阁主怎么说呀？既然二位家主都已经出价，我不好多爱。我更看重的是沈公子手中的和田玉，不知沈先生是否愿意卖出？既然如此，苏家主不再出价，这夜明珠我就卖给楚家主。至于这和田玉嘛，我要700两。
好，一言为定。来人，把钱拿来。来，兄弟，这是我在钱庄的金票，可以兑换500两黄金。这里是700两黄金，稍后我会差人送到沈公子府上。还有这个，这是您的奖品，您实至名归。多谢各位抬爱。梅馆主，这玉簪便赠予你吧。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好意思收呢？梅馆主太客气了，你平日里对我十分照顾，送给你也是应该的。那就多谢沈公子了。今天赚了这么多，回去可以考虑给家里房子装修装修。哥，这就是我们之前的家吗？3个月就能翻新成这样子，也太厉害了吧！哎呀，多谢楚家主，才能让我们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呀！何必言谢，我们楚家也就这点手艺了。再说，你卖给了我那颗夜明珠，是我该感谢你才是。小莫，愣着干嘛呀？你去看啊！好了，这边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我修缮上阁主的老宅了。上阁主是咱们商州城芳华阁的上阁主。是啊，他前一阵害病，一直想回乡养老，现在终于下定了决心，去委托我们楚家给他修缮一下他的老宅，方便养病。芳华阁怎么办？这上阁主膝下无子啊！这就不知道了，他应该会找个合适的人继承，毕竟是老爷子一生的心血啊。整个商州城的香料大部分都出自芳华阁，如果我把这个店铺握在手里，就相当于得到一个不断吐钱的钱袋子。趁着上阁主回乡，这是个好机会呀！你好，我想找一下上阁主，他老人家在吗？沈先生您好，上阁主在里屋，您请。哎，喂，我找上阁主，他在不在？秦老板，你怎么来了？难道他也是为了芳华阁而来？沈燕，你怎么在这儿？难不成你想和我抢芳华阁？这芳华阁的归属权，那是上老板一言决定，何来抢？二位既然来了，就请进房一聊吧。上阁主，把芳华阁就交给我们飞云商会吧，以后给你的分成提到4成，保证比你现在赚的还要多。现在不是钱的问题，我芳华阁要交给真正懂香料、值得我托付的人。上阁主，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可以提出来。由芳华阁提供材料，你们2家比试制作龙涎香，哪家能在损耗最少的情况下做出最多的龙涎香，最终我就把芳华阁传给哪家。但输的那一方可要自己承担500两黄金的材料费，如何？好，上阁主，我们飞云商会制香高手比比皆是，这次我让你上阁主见识见识我们飞云商会的决心。沈先生，你同意吗？既然上阁主提出了考题，那晚辈定当竭尽全力。你不过一个赶山出身的穷小子，炼香这等高雅之技艺，我都不相信你能速成，你就准备把比赛输掉吧。论制香，我确实不会，但谁说我不能找帮手呢？哼！梅馆主想不想做商州城香料生意？你在打芳华阁的主意？
梅馆主果然冰雪聪明。今天我去找了上阁主，他给我和飞云商会出了个题目：谁能用固定的材料做出更多的龙涎香？你会制香吗？不会，所以我这不是来找商州城最好的制香师吗？不会，所以我这不是来找商州城最好的制香师吗？贫嘴，但是我已经不制香很久了。以梅馆主的实力，我相信不管过了多久，绝对不会退步。所以，只要你愿意出手相助，这商州城的香料生意我们一起做，而且55分成。能接手芳华阁自然是最好的。我答应你，靠着香料的人脉，我可以很方便弄到一些特殊的药材，对我药馆也有好处。到时候你把从上阁主那里拿到的材料送过来吧。好嘞。哎，父亲，芳华阁的事情搞定了吗？那个姓尚的非要让我们和沈燕比试一场才行，用固定的材料做出更多的龙涎香。又是沈燕？是啊，不过不要紧，那个姓沈的小子懂什么制香？我们这一局赢得轻轻松松。不是父亲，你别忘了，还有梅安锦呢。他在转行学医之前，可是咱们商州城首屈一指的制香师啊。那有他帮沈燕，那不要紧，让手下去挖一点莲藕泥，在制香的时候往里面掺上一些。就算那个梅安锦制香手艺再高，那产量不可能比我们还要多。可是父亲，那这莲藕泥万一沾水被发现了怎么办？你傻呀！比赛的那种环境，怎么可能会让香上沾上水？到时候在现场，我们好好盯着看好了，不就没事了？哎，好，父亲，那我这就去办。芳华阁这块肥肉，我一定要抢到手。梅馆主，我没想到你制香这么郑重，我都不敢打扰你，怕影响你发挥。制香本就是一件平静心灵的过程，更何况这种龙涎香对研磨手法要求极高，我可不敢掉以轻心。不愧是梅馆主，佩服。主人，有只白鹤找你，有事禀告。行，我知道了，带他去巷子里，不要惹人注目。梅馆主，你先忙，我出去转转。好。哎，你不是城南莲花池的白鹤吗？昨晚秦家的人来到莲花池，挖了很多莲藕泥，他们动作粗暴，挖完就走，期间毁掉了好多莲花，我们白鹤的食物都被破坏殆尽了，请沈燕大人为我们做主。这些人类为了自己的私利，全然不顾其他生灵的性命。哎，白鹤，你先别急啊，如果你们白鹤群没有食物的话，可以来我家，我会给你们提供食物，然后我会派人尽快修复秦家对莲花池造成的伤害。你放心，那些作恶多端的秦家人，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有好下场。多谢大人。梅馆主，我查到秦家派了很多人去莲花池挖了很多莲藕泥。莲藕泥？哦，等等。错不了，他们一定是想这么做，好歹毒的心思。你查到什么了？古书上记载，莲藕泥可以替换龙涎香中的龙脑香膏，以此制作的龙涎香和普通的龙涎香没有任何区别，但是长期焚烧会使人精神乏力、四肢无力，最后神情呆滞，犹如痴呆。好歹毒的秦巨山，他一定是想用莲藕泥提升他龙涎香的产量，用如此下作的手段，他到底有没有把全城百姓的生命放在眼里啊？要是让飞龙商会得到了芳华阁，天知道芳华阁的香料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必须要在比试当天揭穿秦巨山的阴谋，绝对不能让飞云商会得到芳华阁。这个好办，只要浇上一些水，那些掺了莲藕泥的龙涎香就会散发出一股恶臭，立马就能分辨优劣。好，
既然秦家主动送上门的弱点，我们就利用这个，把他们彻底打垮。各位，今天是我当芳华阁阁主的最后一天。今天，秦巨山先生和沈燕先生将通过他们制作龙涎香的数量和品质来决定芳华阁的最终归属。两位，把你们的香料拿上来吧。现在宣布比试结果。沈燕先生所做龙涎香共计9两。不错，我给你们的原材料是1斤，能将损耗控制在1两，已经很不容易了。看来梅馆主的手艺没有退步啊，还是像以前那么巧啊！哼，阁主谬赞了，在阁主面前，这些也都只是班门弄斧。切，就做出这么点龙涎香，赶快成我们的，让你们知道到底谁才是芳华阁的真正主人。这么迫不及待，看来他们真的用莲藕泥做龙涎香了。可恶的秦巨山，看我等会儿怎么拆穿你的诡计！飞云商会所做龙涎香共计9两5钱。什么？这简直是神迹啊！而且还是龙涎香这种极难的香料，飞云商会从哪儿请来的高手？我早就说过了，飞云商会才是接管芳华阁的不二人选。北安景即便是以前的制香大师，如今也是无力回天。按照结果来看，是秦先生。等等，上阁主，你这光比了数量，这质量还没比。这个沈燕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过不怕，只要不是水化开，我掺了莲藕泥的事就不会被发现。验就验，就让你死个明白。来人，焚香。等等，这个谁说要用焚的？这也太慢了，用这个的话，岂不是更快？沈，你住手！沈，你住手！我去，什么味道？怎么这么臭？感觉我一脸扎进田泥里了。不行，我想吐。不可能，龙涎香遇水怎么会发出这种气味？这种肮脏的气味，带着淤泥的味道，是莲藕泥。秦先生，你现在必须给我好好解释一下。这跟我没有关系，是这水的问题。对，肯定是这水的问题。这是我们在现场拿的水，是芳华阁给各位来客准备的解渴茶。难道你怀疑芳华阁对你栽赃陷害？我……秦巨山，你半夜派人去莲花池挖莲藕泥，把那莲花池搞得残破不堪，还把原来在那儿栖息的白鹤群生存环境给破坏，害得他们苦不堪言。如今你还拿这玩意儿用来制香，你知不知道，莲藕泥制成的香引燃之后会让人神志不清，闻久了会变成痴呆呀！秦巨山心太狠了，竟然为了赢如此不择手段。这飞龙商会简直是奸商，我再也不会相信他们。上阁主，你听我解释，我拿这些香来只是想赢一场比赛，并不是要拿这些卖给大家呀。秦先生，别说了，你现在已经没有竞争芳华阁的资格了。现在我宣布，芳华阁日后交给沈燕先生打理。现在我宣布，芳华阁日后交给沈燕先生打理。沈燕先生，希望你以后能够忠于仁义之道，带领芳华阁走上更高的台阶。上阁主放心，沈燕保证做到。至于你，秦先生，你用莲藕泥做龙涎香，不仅糟践了我给你的材料，而且还破坏了芳华阁的声誉。我在此要求你向芳华阁赔偿共计900两黄金。
先上的，这些东西加起来一共只值500两黄金，张嘴就要900两黄金，你是敲竹杠啊你！你做出这种肮脏事，能用钱消灾，就算便宜你。你们飞云商会可是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我就算敲你竹杠，你又能如何？无妨，就让你们嚣张几天。沈燕啊，这就是老夫为你上任准备的见面礼，请收下吧。把芳华阁交给你和梅馆主，相信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多谢上阁主，定不负所托。主人，属下人在接到你的委托之后，就派人来了。现在莲花池已经修复得七七八八，新的莲花也已经种下。多谢沈岩大人帮助我们白鹤群恢复栖息地，粉身碎骨，难报大人之恩。不用感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3级传承完成，赋予植物沟通之能、植物契约之能。4级传承条件，与10种不同的植物对谈，契约植物一支。主人，这是龙主。主人果然是兽神转世，参见兽神。各位平身吧，我只是想作为人类与百兽之间的桥梁，让大家都能和谐共处。哥哥，快跟我回风华阁，朝廷的人来了。皇上有旨，草民沈燕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朝中修缮，需良桐若干，有能献优质梧桐木者，重重有赏。钦此。草民沈燕领旨。沈大人，工部随行来此，设立办事处，在这商州城驻扎1个月，1月内还请沈大人尽心帮寻找最好的梧桐木，皇上定会重重有赏。多谢公公指点。公公一路上舟车劳顿，这是草民的一些茶水钱，希望公公您不要嫌弃。哟，沈大人聪慧过人，想必定能完成旨意，得到重赏。咱家就先行告辞了。公公慢走。哥哥，咱们商州城的后山有梧桐木吗？按道理说应该是没有，咱们毕竟属于北方，按理来说没有。据我所知，咱们商州城是有梧桐木的。梅姐姐，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听爷爷说过，当年在后山老林里生长着极其稀有的龙舟梧桐，引来商州城百姓的肆意砍伐，严重破坏了后山的生态环境。上天便降下天罚，整个老林开始弥漫永不消散的迷瘴。当时很多伐林人都死在了老林里，后来就没有人敢去老林了，梧桐木的事情也就慢慢不被人所知。原来后山还有这种事情，难怪爹爹生前说过严禁我们去老林。我现在担心的是秦家听到旨意后的反应。按照秦巨山的年资，他肯定是知道老林里有梧桐木这个事情的。芳华阁的事件后，飞云商会急需一个大订单来回复气旋，而这个背靠皇家的生意正好落入他们的下怀。按照秦巨山的性格，肯定会去后山砍伐梧桐木。咱们必须想些办法，绝对不能让秦家靠着这个机会翻身。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所有人给我继续找，只要找到了梧桐木，朝廷的生意就只有我来做。
我发现你们几个是真不要命，为了几根破木头，连深山都敢进。沈燕，赶紧给我滚开，别影响我们找木材。该滚的是你们才对。小伙子，你背后。你说他呀，不用怕，他是来找你们的。熊大，刚刚他们欺负的就是你孩子呀？什么？刚才咱们赶的熊是他的孩子？这，快跑啊！看来以后他们不敢在这儿来找梧桐木了。不过，这最好的梧桐木肯定还在这里。这一次，我还要解决迷障的问题，把这里的生态问题好好解决。兽灵珠，领域展开。放肆！人类不可靠近。这片老林的迷障是你设置的？人类，你竟然能与老夫对话！我叫沈燕，是兽灵神的传承人，我不会伤害你。人类都是骗子，不可信。那都是100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是新时代，你怎么就不能和人类和平共处呢？沈燕，汝身借物一用。放肆！放肆！兽灵神竟然从无近邻时便知晓汝之冲天之愿，此等迷障不仅危害人类，亦是残害万物生灵。往事已过，有吾在此，已无足虑。没想到，契约这100年梧桐树这么耗费精力啊！沈燕大人，多谢你消除了我的心中怨气。为了你，我愿意再相信人类一次。不用谢，本身我也是想要梧桐木，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人类大肆砍伐了。这片100年老林也该重新焕发生机了。这些都是梧桐木吗？真厉害啊！一瞬间可以催生这么多。这样一来，这皇家的订单我还怕拿不下。老夫100年来的能量也只能催生这些木头了，还请沈燕大人此次过后给我们留出10年的养林时间。你放心，100年前的悲剧，我绝对不会再让它发生。陛下有旨，征集梧桐木，修缮后宫。商州城的商会们可以把你们的木头拿上来，若是被工部选中，则赏1000金。吴大人，我这儿有上好的梧桐木，请您一观。哎呀，还真有啊！哼，装模作样。商州城哪里有梧桐木？我看你这手里的木头啊，那一看就是黑色的，而且还细，一定是泡桐木。哼，金会长，你可要说实话呀！你拿来的到底是不是梧桐木？若你用其他木头作假梧桐，那可是欺君之罪。苏世渊，你个没见识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指责？大人，我的木头随便验，我保证都是正宗的龙州梧桐木。秦会长说的不错，果然是梧桐木。什么？怎么可能？后山里应该没有梧桐木才对呀。虽然和常见的梧桐木不一样，外表发灰，可能是受生长环境的影响，但的确是梧桐木。大人，你果然在行啊！我为了这些梧桐木，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啊。秦会长，这龙州梧桐确实稀少，但这外表发灰，而且还如此纤细，你能不能找到比这更粗大的木头？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哎，更粗大的木头实在是找不到。吴大人，这已经是商州城最好的木头了。好吧，能找到这种品质的梧桐，也够我回京交差了。那么，等等，
谁说你这是商州城最好的梧桐木？谁说你这是商州城最好的木头？就你那细的跟牙签一样的木头，别拿出来丢人了，行吗？沈烨，你指使宗雄攻击我们的账，还没给你算呢，你现在还敢过来指责我的木头不够好？难道你还有比我这儿更好的木头不成？哎，我这2大车全都是上品质的龙舟梧桐。什么？这2车都是梧桐？这怎么可能？不会是假的吧？嘿，我才不信呢！我这梧桐木已经是在沼泽外围能找到的最好的梧桐木，除非你进入迷障内部，不然你不可能有比我这儿更好的木头。天哪，这真是龙舟梧桐啊！而且还是如此宽大的原木。大人，你得好好看看，他这个人惯用奸诈伎俩，说不定他这就是假的。是不是梧桐木，我一眼便能辨出。这外表、颜色，还有年轮，跟真正的龙舟梧桐是一样的。果然是沈燕啊，连那么恐怖的老林都敢进去。诏书上写的清清楚楚，朝廷只要最好的。看来这次秦家又输了。沈燕真厉害，目前还没有他干不成的事情呢。沈老板，工部的人已经清点完毕，2辆马车的梧桐一共500斤，我们朝廷出2000两黄金的价格收购。我的妈呀，2000两黄金，这些钱都能买下半个商州城了。不愧是皇家，出手就是阔绰。哎，吴大人，你看我这梧桐木，虽然说不是最好的梧桐木，但也是正宗的九州梧桐木。哎，大人，您行行好，把我这梧桐木都一并收了吧。不行，朝廷有旨，一地只选最好的一家收购，不能多家收购。秦会长，你就把你的木头拿回去吧，反正也快到冬天了，正好啊当柴火烧。楚天行，沈烨，我秦家在这商州城经营多年，就是拼了飞云商会不干了，也不会让你们几个好过。哼！沈老板，留步。大人，还有何事？下官这几日在商州城逗留，发现这里的特产特别多，在京城都是紧俏物品，比如这里生产的灵芝、奶酪、酥油等等，别有一番风味啊。若是沈老板有意挣钱，何不把这些东西运往京城，定能大赚特赚。多谢大人提点，只是我们这商州城山高路远，地处偏僻，难呐。何不走海路？城东的港口不是正好连接苍林海吗？岂不方便？这海路确实是个方法。大人，那他日若有机会去到京城，还望大人多多照顾。好说好说。这是京城最大商会崇英会的令牌，到时你将东西交给他，定能大赚一笔。多谢大人啊，这是草民的一点心意，还请大人千万不要推辞呀。沈老板好意，下官了然，还请沈老板尽快筹谋。崇英会只跟第一批到达京城的商州城商队合作。多谢大人提点。哎，刚才苏世渊说邀请我们去酒楼吃饭，你来不来？我记得苏家正好在商州城是做漕运生意的，如果要走海路运商品的话，免不了和苏家打交道，正是个和苏家结交的机会。来呀，当然要来呀！今天心情好，肯定要多喝2杯。哎，好，那我们走。哎呀，二位啊，那个大人跟我说，
咱们商州城的很多商品在京城都非常紧俏，如果咱们能通过海路把这些商品运到京城呢，那就是一本万利。这生意好啊，我觉得可以做。苏家主怎么样啊？沈烨兄弟，不是我打击你，海路这条路恐怕走不通。为什么？苍岭海的情况，要我说啊，整个商州城没有几个人比我们苏家更了解了。海情变化无常，极其复杂，而且暗礁极多，很少有船队敢走这条线，更别说是大规模的商船运输了。是这样，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我还是不想放弃。如果能摸清那条海道的具体信息就好了，但那种事情咱们怎么能做得到呢？除非问那海道里的鱼。问海道里的鱼？对呀，我能和动物对话。如果我让那些鱼我打探海情，那不就行了吗？要是真能问他们，还用咱们在这发愁吗？楚家主、苏家主，要是我有办法能搞定海情，你们加不加入？沈兄弟，你有办法？有什么办法？秘密，暂时还不能说。你们信不信我？我信你。你说能做到，就一定能做到。你说吧，需要我们楚家做些什么？沈兄弟，既然如此有自信，我也加入。多谢两位家主的信任。我需要楚家主负责进货事宜，苏家主负责运输和船只，而我呢，负责搞定海情。咱们三方都准备妥当之后，咱们的商队就可以起航。老爷，你不能再喝了。放肆！现在连你都敢管着我了吗？老爷，你要振作起来。沈烨和楚家还有苏家最近走得很近，而且他们又开始有动作了。什么？他们又在干什么？沈烨最近一直在港口晃悠，而且楚家开始疯狂采购各类商品。这一切肯定是有原因的。港口采购？难道他们想做出口贸易？这群混蛋想趁我飞云商会重创之时扩大势力。开门！去找洪秀昭，我要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好的，老爷。沈烨兄弟，这真的是最快、最安全、能够走后的航道。可笑，俺跑了几十年的海了，这条航道不仅有穿越暗礁群的风险，而且有强风的威胁，怎么可能安全？这条航道我已经调查过了，只要我们的商船吃水不到4米，就一定没有触礁的风险。至于所谓的强风嘛，自是北风居多。这种强风不仅不会阻碍船队，还会加快船队的速度，让它更快地到达齐鲁城。你说的这些只是理论，说起来，你也就是个赶山人，这海上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智慧？哎呀，燕大哥，这个笔记你应该认识吧？这是我弟弟燕云的笔记。他走你这条航线已经到了齐鲁城，这怎么可能？这是齐鲁城特有的墨草，看来燕云真的到达了齐鲁城。5日前我就拜托燕云兄弟替我跑一趟这个航线，以信中的日期可知，他是前日上午到的齐鲁城，也就是3天时间。3天？3天就能从商州城到达齐鲁城，这速度太快了吧？燕大哥，现在还怀疑我这条路线吗？信了，信了。兄弟，你当真是厉害呀，竟然能找出如此高效的路线，简直是河伯投胎。不愧是沈烨兄弟啊！叶山，回去召集船队，随时待命。待到楚家的商品一到，咱们就出发。是。
老爷，这是洪秀昭的调查结果。原来是这样，他们是想把商州城的货品走水运到京城去卖，想法倒是不错。那能怎么办？吩咐下去，飞云商会的船队快速集结，把我们囤积的商货装船，一定要快，不管是多少，抢在沈燕他们之前送到京城，这样以后京城的收货权都是我们飞云商会的了。是，我这就去办。哎，还有，找几个手脚干净的，我要给沈燕他们送一份大礼。把这些货搬到背光的地方去。好。哎呀，楚家主，沈燕兄弟，你来了，来看看这些货物啊，清点的差不多了，明日就出发。这是咱们接到的第一单大生意，兄弟们小心着呢。不好了，你不是苏家下人吗？发生什么事了？昨晚苏家的港口进了贼人，将明日准备出航的船只全部都破坏了，修复最少需要1个星期的时间。我家家主让我过来告诉二位，明日恐怕不能出海了。而且我们还发现，飞云商会的港口里，今日拂晓开出了一艘货船，方向甚南。什么？一定是秦巨山那个老匹夫，他一定是想抢在咱们之前到达京城，和重运会的人牵上线。这样的话，哪怕咱们带着货物到京城了，他们也不会跟我们交易。沈燕兄弟，那现在怎么办？楚家主，你先别急，咱们当务之急应该是先修复商船。你回去告诉苏家主，让他尽快的修复商船。好。楚家主，这货物呢就麻烦你多盯着点，争取商船一好即刻装船。兄弟，放心吧。至于飞云商会嘛，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如愿。主人，我把海鸥带来了。沈燕大人，和你猜测的一模一样。昨晚几只夜路看到苏家的船港有一些可疑的人影，带队的就是秦家的那个管家。他们破坏了苏家的船之后，就径直通过飞云商会的港口坐船走了。秦巨山这次学聪明了，让人动完手之后直接让人逃走。哼，想在我之前到达京城，休想！卢鱼群，来！幸亏当时卢鱼群来报告航线的时候，我用寿灵珠和他们签订了契约。本来是为了自己的船在海上航行时多加一份保险，现在看来还有其他的用处。顺着航线去找飞云商会的船队，人可以不用出事，但他们的货，给我一件不差的都撞到海里面去。请执行主令。货物有什么异常吗？大人放心吧，一切正常。说起来这条航线真厉害呀！我开船几十年了，没走过这么顺的航道，能设计出这条航道的真是个天才。这条航道是那个沈燕设计的，但他不知道我们通过秘文馆也弄到了这条航道的地图。他要是知道自己的航道帮助我们顺利到达京城，他一定会被气死的。看来还是我们秦会长技高一筹啊！这一招借力打力用得巧妙啊！船长，不好了，船长！后面好像来了一个鲈鱼群。只是鲈鱼群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不会攻击人的，定是捕食恰巧路过。他们正在攻击船尾。什么？坏了，那可是装着货物的地方。要是这批货都丢了，咱们这趟就白跑了。回去之后，秦会长绝对会让咱们吃不了兜着走。快去救货物！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我不是让你去京城了吗？老爷，小的无能啊！咱们的船出海后第2天就碰到了鲈鱼群，鱼群把咱们的船撞破了，货全都飘到海里去了。咱们现在不仅货物没了，
还要赔偿那些船员的工伤费用，那可是足足3000两银子啊！哎，那可是我们飞云商会压箱底的货呀！没有这批货，我们飞云商会就再也不可能斗得过沈燕他们了。爹，苏家的船出港了，还有什么消息？都跟我说了吧。另外，我们派去砸船的那几人，把所有事情全找了，现在全城的人都知道了，都在骂我们，甚至这店铺都被很多人给砸了。现在门外有很多人在堵着我们呢。哎呀，天一呼，人力呼，这一败涂地呀！陈老板，请。方会长，请。沈老板的货真好啊，特别是那七彩绸缎，不仅在京城难找，而且品质也好。有了这些，恐怕京城的时尚风气都要改变了。那还得多亏封会长帮衬才是。要是没有重映会的宣传，我的东西再好，在京城也卖不动，不是？沈老板果真是前途无量啊！好了，咱们谈谈货款吧。我们重映会一向注重独有，沈老板的货拿到京城，就只能在我们重映会挂牌售卖。若是被我们发现你们在其他商家那里售卖，可是要支付巨额违约金的。不过同时，我们重映会会给出相当丰厚的价格。你们这一次这批的货物，我会给4000两黄金。果然是京城的商会啊，就是豪横，出手就是4000两黄金，这可完完全全可以把整个商州城都买下来了。没问题。来人，这一箱子就是1000两黄金，像这样的箱子还有3个。没问题，方会长。希望日后的交易也像今天一样顺利。沈燕兄弟，京都一行真是辛苦你了。哎，这可都是沈燕兄弟的功劳啊！二位家主跟我还客气什么？这秦家最近在做什么？嗨，他还能有什么动作？他暗地里破坏苏家船只的事情败露之后，那飞云商会在上州城是人人喊打的存在了。唉，但是这飞云商会的船只最近频繁出入港口，而且不是往外运输商品，而是往内运东西，这让我有些疑惑。往内承运，知道是什么吗？我苏家虽然管理漕运，但那是秦家自家的码头，苏家的手伸不了那么长。你们就是容易想东想西，以现在飞云商会的能力，还能掀起什么风浪？来，喝酒！真的是这样吗？秦巨山这个纵横商场几10年的老狐狸，真的甘心就此沉寂？哎呀，累死我了！哎，老大，这装的到底是什么呀？瓜果哪有这么沉？倒像是密封的铁皮。哪这么多废话？哎呀，不少给你钱就是了。啊，把这个给兄弟们分了，算是给大家的辛苦费。听那工人的话，这一船运的是生鲜果品，可也不至于这么重吧？就那么一个正常大小的麻袋，一个精壮的码头工人竟然会觉得沉？哼，哪有这么重的生鲜果品，也不怕吃坏了肚子？看来这些飞云商会来往的船里，确实藏了些秘密。松子，你召集一下城里的动物，帮我追一下这些货，最后会流到哪儿去？大人，你可不能让我白干活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天天往我家跑，找小莫要小鱼干吃。别以为我不经常回家就不知道，干活去。切，小气！沈燕大
大人，那批货的去向我已经查清楚了。这么快？秦家在之前西北买的荒地上盖起了一个小院落，货物都运到了这个院子里了。里面的人很谨慎，对靠近的一切活物都很警惕，甚至对我们动物也是。警惕程度这么高，看来里面的东西对于秦家来说非同小可。而且我问过进院子马车的马，他说他也没看到院子里具体是干什么的。他们让马夫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卸货，卸完之后就让他们走，一刻都不让逗留。防范程度也太严密了。秦巨山到底在谋划些什么呢？大人，接下来怎么办啊？现在连我们这些动物都透不进去了，还有什么办法得知他们的行动啊？活物看不到他们在干什么，但是死物可以。死物？随处可见的不是动物，而是植物。它们可以防得住小猫小狗，但绝对防不住小草小花，因为这些东西无处不在。兽灵尘，我要是尽开兽灵珠的能量，能不能直接连接这片区域所有植物，一次性完成传承任务？可，但汝之精神能否承受，汝自行考量。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好难闻的味道！你们小心点儿，万一炸开，我可不想陪你们这些蠢人类一起死。找到了，无感通，这么刺鼻的味道，是硫磺跟硝石。原来如此，他们竟然做爆竹。新年将至，商州城的百姓们有燃放大量爆竹的习惯。秦巨山想制作大量爆竹以此牟利，原来这就是他的计划。不行，必须要阻止他们。这不光是为了打压飞云商会，而且也是为了保护百姓们的安全。他走私火药制作爆竹已经违法了，如果这个黑火药库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果然很消耗精力啊！要不是自己身体好，这一下肯定要晕过去。4级传承完成，兽神降临。龙，原来这就是龙吗？这是我的躯体，多谢你试验，让我重新回到现实。你说话的风格都变了，不过这样显得你更亲切了。你受了现实生灵们的天地之气，自然就会适应现实的风气。在走之前，要不要跟我去一个地方活动一下筋骨？哪里？知府府衙。沈老板，今年所谓何事啊？海知府，这个飞云商会说自己最近运输的都是一些新鲜果品，但是他们最近的货架上并没有售卖这些商品，而且他们把这些货物都送到西北角的一家院子里。我在那个院子附近啊，闻到很大的硫磺味儿。我希望海知府可以彻查一下这个院子，当然了，也是为了商州城百姓的安全嘛。根据你的描述，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测。海知府，我敢保证，这里面一定是一个私炮房。我建议海知府立刻严查，如果不是，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好吧，本官今天就随你走一趟。来人，你们几个堵着后门，不要让他们跑了。是。这里空气果然夹杂着一丝硫磺和硝石的味道，气味极淡。要不是今日刮风，还真的极难察觉。飞云山会竟如此大胆，竟敢在这里制造爆竹。海知府，我们也进去吧。从昨天开始啊，这飞云商会的船只已经停止运送黑火了，想必他们已经快完工了。要是今天咱们不抓他们个现行，往后可就没政治了。好。要是今天咱们不抓他们个现行，往后可就没政治了。好。关押检查，开门。嘿。全部都给我抓起来，一个都不许放走。是。我有老虎的力量，也有鹰的速度，这些人还想从我手中逃出去？知府大人，这边是想从后门逃走的，手上还拿着没有做完的黑火。果然，你们可知这是犯法之事？这种黑火一旦遇到一点火星，就会立马炸开。难道你们都不要命了吗？要命？还要什么命？你就是秦家那个管家呀！把身上的黑火放下！
你就是秦家那个管家呀！把身上的黑火放下，都给我退下！沈燕，都是因为你，把我们飞云商会逼到了绝路。我做的一切合乎天道，合乎人理，反倒是你们飞云商会有的时候太不够人意。闭嘴！我才不要听你讲这些。现在狡辩也没用了，人证物证俱在。如果你愿意放下手中的黑火药呢，海之府还会对你从轻发落。没错，把你身上的黑火药放下，我会酌情减轻你的刑罚。你只是从犯，不要做傻事。秦老爷对我有天恩，我怎么可能因为自己的性命背叛秦老爷？如果你们都死在这儿，就没人能定秦老爷的罪。今日你们就都给我陪葬吧！快跑！沈燕，不要！这是龙吗？是幻觉吧？大人，这好像是的。沈燕，那个……大人，刚刚只是一些戏法而已，不用太过在意。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把秦巨山捉拿归案。对，快来人，把那个李管家给我带走，还有查封这个院落。是。管家还没有回来吧？还没有。我为什么开始突然心慌？难道四炮房出什么事了？不好了，秦会长，四炮房被海知府查封了，管家在内所有工人都被带走了，黑火也被清剿了。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不是让你们停工了吗？我们昨天一直在加班加点清理，但不知为何，海知府和沈燕突然来到四炮房，管家本想和沈燕同归于尽，但被沈燕制服了。又是沈燕！奉知府命令，查封飞云商会，查封秦家。秦会长，请跟我们走一趟。沈大人，请。沈大人，自便，有事叫我。多谢。你今天是特意来看我的下场的吧？如今我落难入狱，沈老板追打至此，难道不觉得你是一副小人的嘴脸吗？你呢，落到这个下场也是咎由自取。那是你们逼我的，没人逼你做这些事儿。算了，跟你说这些呀，也是白费唇舌。我今天来呢，是为了这个。只要你把飞云商会的剩下产业转让给我，我保证安顿好你秦家，还有你那些族人。就算是死，我也不会签这份转让合同的。你死了这条心吧！哎呦，我记得你儿子还在外面吧？你还算有点良心，没把这件事告诉他，所以啊，他不用入狱。你想对小哥干什么？你个贱人，我杀了你！哎，你冷静一点，我没想对他怎么样。我说了，我今天来就是来谈条件的，只要你将这个飞云商会所有余下财产转让给我，我保证安顿好你秦家，还有你儿子，让他们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好，我答应你，但你要保证让我儿子平安。我保证。麻烦拿一副笔墨纸砚来。看看，真气派啊！沈燕啊，我和老苏来给你捧场了。苏大哥、楚大哥，欢迎！沈燕兄弟真是厉害，收下飞云商会不到半月，就把这里弄了个大变样啊！这可比以前气派多了。哎呀，多亏安景帮衬，要不然我这早就乱成一锅粥了。别说，你俩往这一站啊，还真像一对才子佳人呐！楚家主可真是说笑了。哎，对了，苏大哥、楚大哥，你们查到秦小哥的行踪了吗？自从他得知秦巨山下狱后就不见了。只是有人看到了他从北门出了商州城之后便再也没了消息。这小子肯定又不知道在哪儿计划着什么，准备报复你呢。我答应过秦巨山要保证他的安全，哪怕他要杀我，我也要让他全胳膊全腿的来到我面前。沈燕兄弟，终于找到你了。南宫队长，你不是带着探险队去北地了吗？我们就是从北方回来的，
那个秦小哥勾结了契丹军队，准备强攻商州城。什么？喝口茶，慢慢说。我们在极北回来的时候，路过契丹军队的驻扎地，为了休整，在大营里待了几日。我们在大营里竟然看到了秦小哥的脸，他被2个士兵带着进入了契丹将军耶律迭孤朵的大营。我靠近偷听时，说想联合契丹王攻占商州城，杀了沈家兄弟。我当初放了这个秦小哥一命，他竟然为了杀我，想要投敌叛国。秦小哥竟然如此大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知府，让他早做准备。南宫队长，你立马去找海知府，通知海知府，让他即刻起兵。楚大哥，你去调查一下这城中还有多少能用作战争的物资。苏大哥，你去调查一下城中还有多少能战的民兵。安姐，你去医馆清点一下药材。如果这战争一旦打起来，恐怕要忙不过来。那你呢？你要去做什么？我去搬救兵。各位，敌人来犯，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只要大人一声令下，刀山火海在所不辞啊！战争不是小打小闹，不是儿戏，所有小型动物不准出动。班玉，你怎么看？放心吧，主人，白狐一族上下必遵主人号令，绝无犹豫。苍鹰一族也誓死追随主人。沈燕大人帮我们改善了老林的环境，此恩浩大，必以性命来报。好，你们放心冲锋，我和寿灵神为你们列阵。是。多亏了你的情报啊！西门的防御工程如此薄弱，真是省了不少力气啊！商州城只有3万守军，而咱们可是10万大军。只要攻破了西门，进了城门之后，我相信商州城的百姓一定抵挡不住契丹军的铁蹄。哈哈哈哈哈！沈公子，等着城门破了，一定将沈燕还有那个梅安锦交于你手。多谢将军。沈燕，不要怪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一点都怨不得别人，都是你们逼我的。小莫，把这些布条拿着，帮忙把伤员包扎一下。好的，梅姐姐。梅姐姐，你知道我哥去哪儿了吗？我也不知道，他说他去搬救兵。契丹军的势头那么猛，我怕。没事的，小莫，别怕，有姐姐在，你一定不会有事的。是哥哥。沈燕，你终于来了。海知府，把城门打开吧，我的大军已经到了，接下来交给我。快开城门，让这些动物出去！天哪，这个场景比史上记载的虎豹骑还要壮观呢！沈燕真乃神人也。他们抵挡不住我们的攻势，终于开门投降了。不对啊，将军，这城里边出来的好像不是人，是一群动物。什么？各位，面前的是妄图侵占我们家园的敌人，随我一起冲锋，击败他们。是龙啊，将军！怎么可能？沈燕为什么会站在龙头之上？快，射箭！不行啊，将军，这箭射不过去啊！不要乱，迎敌！将军，这是龙啊！我们的士兵已经3破党了，快撤吧！那些动物就要冲过来了，万万不可！将军，都差最后一步了，我们马上就要攻破城门了。这龙一定是假的，一定是沈燕他耍的诡计，我们一定要打进城门啊！别废话，一定是你勾结沈燕，假意向我投降，其实想联合沈燕一起灭了我们。将军明鉴，我根本没有此意。别废话，今天我就要用你的头颅来换我10万大军的性命。我们投降都是金小哥，他蛊惑我们向大前朝发起进攻。现在
我已经斩了此人，还望天神放我们一马。光头想可不够啊！当然不够，我们契丹愿承担此战耗费的所有钱粮，战死的将士也由我们契丹承担抚恤费用，向大前朝进贡牛羊千只，乃品万金。口说无凭，带着你那些慰问品，跟我走一趟吧。沈燕兄弟，现在怎么样了？该不会有事吧？我觉得不太对劲啊！知府大人，派兵掩杀过去吧，好歹支援一下沈燕。好，传我命令。哎，等等啊！你们看，快开城门，让沈燕进来。走。不好意思，这个也是为了以防万一。哈，哪里，在下明白的。沈燕回来了啊，海知府，这位啊是契丹族的大将军，来这儿是为了商议和谈之事。在下愚昧，冲撞了大前朝，悔恨至极。此战罪魁祸首的秦小哥被在下斩杀，在此献上万两黄金以作赔罪。后续契丹还会献上牛羊千只，乃品万金，还请大人饶恕契丹此次的逾矩之举。好吧，具体的事宜还请将军跟我回衙门。终于结束了。你知道我和小莫有多担心你吗？我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放心吧，我回来了。欢迎回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商州城保卫战，沈燕御龙临城，携百兽助力，换来契丹臣服，使两国罢兵修好，约为兄弟。今封沈燕为寿陵侯，以商州为封地，镇守北境。梅氏安谨，贤良淑德，知书达理，册封为寿陵侯王妃，以表朕家劳之典。钦此。